如果我要重新开始，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意，才不会把自己的钱跟时间全部赔进去哦？那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研究资料，2019年成立的英国公司，到了2024年的时候，5年内仍然存活的几率只有38.4%哦，也就是说，100间公司开始营运。5年后只剩38家还存活哦，而这对中年创业的人来说呢，最可怕的可能还是不只是赔钱哦，而是你花了3年5年，最后才发现一开始就选错了生意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那这支影片呢，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还有其他想要中年创业的小伙伴们做的一次市场调查哦。因为如果我要问我自己，我要开始人生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事业哦，不想再用几十年的时间去一个一个产业慢慢试错，一个一个慢慢的做试验哦。所以我想先用数据把选错的几率降下来，然后把我的学习曲线也缩短。因为到了中年嘛，钱赔掉了也许还能再赚，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花掉了就永远就买不回来，那就是时间哦。所以我研究了2026年的英国市场，最后用了6个条件，去做一个筛选哦。第一就是低成本，第二，低营运，第三，低失败率，第四，简单复制，然后第5是存活率哦。那第6就是能不能规模化。然后用过这6个条件呢，我筛选出5个，我觉得最值得中年创业者研究的所谓的轻产业。那也许跟你想象的会有所不同，不过我们一起来研究吧。那这个呢，我会根据的想法呢，会有这个想法，最主要来自我看了一个 Cody，一个YouTube 上面一个大博主，他在2023年做的一个分析哦。他研究的是不是哪些生意比较不容易失败，那我觉得他研究的是哪些生意是比较不容易失败，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他不是追逐下一个最热门的 AI 啊，会 crypto 啦，或者是突然爆红的新产业，他反而喜欢研究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点无聊的生意哦。那他当时有几个很重要的筛选概念，第一个是 affordable，它是不是就是一开始就不需要投入很大的一笔钱哦？那第二个是失败率低，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做错了，不会让一个错误把自己就是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光光哦。那第三个是商业模式要够简单，最好简单到可以写出一个商业流程，让可以其他人经过训练之后也可以做到哦。那我看到这里就会想，那这是2023年他对美国的一个调查哦，所以我把它跳用到2026年的英国产业。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中年人，重新选择创业，那我会用同样的选择标准嘛？那我答案是不会，因为我又加了自己的条件哦。那你可以看到中心点就是说，我的中年创业的6大筛选条件第一个就是说我愿不愿意做，我喜不喜欢。因为我每天都讨厌的生意呢，再赚钱，我也觉得自己不会过得很舒服，那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第二人生我的设定哦。那第二个是启动资金不能太高，每个月固定营运成本也不能太重。那像我现在本身就有一些被动资源，那是不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前面建立起来的或者是存款，然后移用到我第二个营运成本或者是创始基金，这很重要哦。那第三个，如果做错了，我能不能承受这个错误哦？不是说一次失败，我的10年积蓄全部都没有，因为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第四个是简单，它不能只是老板本人会做，那最好是能拆解啦。能训练啊，然后形成一个流程。那第5个呢，就是说，能不能生存下来哦？因为我不会只听别人说，这个很好赚。
一切以数据来说话哦，就是说，这个产业里面的公司5年之内，究竟还有多少可以存活的下来？那最后一个就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能不能规模化？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做得很好，是不是只会让我自己越忙呢？那如果是越忙的话，那就更不符合我当初设定的所谓的 looks good、feel good 或 live good。对吧？那我希望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SOP， 然后训练人，然后复制或者再复制的一个商业模式哦。那这2种生意看起来都叫创业，但是呢，最后会带你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按照这6个条件重新研究了26年的英国产业，那最后我留下了这5个我非常觉得有意思的轻产业。那第一个就是清洁服务，那一点都不性感哦。可是越研究，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它，因为这个是用 British Cleaning Council，根据这个就是英国国家的市场调查哦做的一个数据，2019年成立的。所谓的清洁公司啊，或者是垃圾处理公司啊，到了2024年5年的存活率是51% 哦。那根据全英国平均38.4% 来相比，差距其实是相当明显。那最吸引我的部分呢，那当然是因为进入成本低，你不需要一个好的一个很漂亮的 office， 那也不需要压一大堆货，也不需要很多的员工哦。那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人一套工具，那几个客户，那就是一个 cleaner 5个 cleaner。20个 cleaner， 然后变成就是有督导或者是区经理哦。那背后还是同样一套，就是报价，然后约时间，然后最主要清什么项目，然后你觉得这个品质 O 不 OK， 然后你就是开报价单哦。那这个虽然是很无聊，但是这个是产业是可以量化的哦。那这么讲吧，就是我们当初在开店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是替代性疗法的时候，那我们当时有雇一个帮我们擦玻璃跟倒垃圾的员工。那擦玻璃那个是个老先生，但是呢，他自己都会来收钱啊，他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因为很多年了嘛，但是他就说他其实有60多个人在帮他擦玻璃哦。那最主要他擦玻璃是因为他自己住在伦敦的市中心哦。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他也都60几岁，但是他就很开心，每天就是擦擦玻璃，但他都有钱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出来的是可以作为一个见证的哦。那第二个就是教育跟培训的这个产业哦。那这个产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起步成本非常低。如果说是网上啊，你要有比如说教人家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不需要什么店面，你的知识就是你的第一个产品哦。但这边就是有个陷阱，如果说我教1个小时收1个小时的钱，那其实还不算真正可以规模化哦。因为只要我停止收入。停止工作，收入就停止了。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把你的知识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教学的一个模程，然后你要怎么教这些东西呢？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就是1对10。然后可以复制的一个课程，然后大家都喜欢的课程，然后你可以训练你的其他的就是所谓的讲师，甚至可以做到就是学徒制嘛，一边慢慢带。那这时候你卖的就不只是你的时间哦，你也可以拥有一套可以复制的知识系统哦。那这是我看到就是所谓的 YouTube 很多博主他们其实也不是只是创 YouTube。那他们很多时候是导入到他们私人的流域去，然后去做一个创业教人家怎么做生意哈。所以我想这一个调查出来的结果，这个也是可以实现哦。
那第三个，那我觉得这是所谓的老人生活支持服务哦。那这跟未来的人口结构非常有关，就是怎么讲？你不是说开一个很大的 care home 啊，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进入一个非常重的医疗照护啊。我说的是比较轻型的，比如说陪伴老人啊。帮忙买东西啊，准备简单的餐食，或者是陪老人出门啊、散步，那协同去做预约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补给。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值得注意哦？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因为人会老，那相对的，现在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口化了哦，所以这个需求不会因为 TikTok 的演算法改变，或者是明天突然消失哦。但是这个产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就是一旦进入了个人照护这方面，比如说协助洗澡、穿衣或者是上厕所，那在这英国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要规模化，就是要考试或认证之类的。所以如果是一个轻产业的模式的话，那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服务的是哪一个服务哦。那比如说你只是帮他们买东西啊，或者是简单准备一些简单的餐食或者是陪伴啊，这些就不需要所谓的证照哦，所以还是要小心去规划你当未来你的这个公司到底是服务的是什么产业。那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房屋管理哦。那注意哦，不是叫你去买一栋上千万的房子哦，而是管理别人的房子。那这个产业呢，我喜欢的一点是因为我本身也就在做了嘛，那我也能理解，确实是能赚到点钱。因为如果你管理50套房子，那每个月你有一个管理费，那你就不需要买50栋房子，你增加的只是一个系统，或者是你请人去帮你们去做一个房屋的评估，或者一些什么需要修缮的部分啊，然后就是找一些工人去做一个服务嘛，然后就是你电脑上就可以操作说进出钱这些方面，它一定算是一个轻资产管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事业，就是你不一定要拥有房产，也可以从房地产中建立收入嘛，因为每个人都是希望有一个屋顶可以遮头哦，所以房子这个生意永远是不会衰退的，我觉得。第五个呢，那跟房子也是有关，这就是房屋有维修的管理服务。那不是说叫你拿一个工具啊，到每一个房子去修水管啊，刷油漆啊，换灯泡，因为这样的话，你卖的还是时间哦。那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你的修缮服务，那客户有问题提出维修啦，按照流程来走，那收到需求判断问题，指定师傅完成维修品质确认啊，然后再来收款。所以你真正建立的不是你一个人要修会多少东西哦，而是顾客名单很重要。那你合作师傅的网路、报价流程、派工流程、品质管理，还有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客流作业的流程哦，那客户就可以从10变100啊，你也不需要一个人多长出90双手，你只需要增加合作的师傅、管理人员，还有更好的系统。所以这个服务真正有价值的是，它可以从我自己做变成系统为我做。这也是为什么把它放到这5种轻产业第5个的原因哦。那讲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说啊，这就不是选择一个生意而已嘛，对吧？有什么难的呢？但是到了40岁、50岁，真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昂贵哦，因为我真的是买不回来。那我的创业不在于说赚更多，我只是希望说，我第二个人生就是我的身体还有力量。那照镜子的时候，我还能喜欢我自己，不是每天焦虑的为了事业而奔走，然后把自己燃烧干净哦。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一个有足够的收入，然后有安全感，有时间，然后我有选择的老去哦，可以过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必须
成本我是可以承受，失败我可以承受，流程可以复制，而且有一天可以不再依赖我的一个生活跟一个商业模式。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分流点，就是中年创业跟20岁创业最大的不同哦。所以今天这5个产业是根据目前英国数据还有我自己所筛选的一个条件所筛选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哦。但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我今天想要请问你，如果我今天给你比如说10万台币，或者是3000英镑，让你重新开始一个低成本的小生意，你会做什么呢？或者是你现在已经经营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稳定，可以 SOP，可以规模化的一个生意，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然后能告诉我。我很希望这里不只有我一个人分享答案哦，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交换经验，一起研究，看看人生走到第2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少走一点弯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跟事哦。那我们一起looks good， feel good， 还有live good。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